Hello， 各位觀眾，大家好。最近呢，丹麥非常的熱鬧啊，不是因為樂高，也不是因為曲奇，更不是因為美人魚。今天呢，咱們就來聊一聊丹麥。說到丹麥，你會想到什麼？之前說的樂高，還有安徒生童話，還有曲奇餅乾，還有嘉士伯啤酒。在建材方面呢，還有一個威魯克斯比較有名。建築方面還有一個 Big 事務所，也是非常有名的建築事務所。都是一些吃喝玩樂，還有設計藝術相關的東西。那對於丹麥這樣一個人口只有600多萬的國家來說，已經足夠了。丹麥的官方語言是丹麥語。那靠近德國這邊呢，有一部分地區是講德語。那我們來看一看最近事件的焦點，就是格陵蘭島。格陵蘭島在哪裡呢？離丹麥本土非常的遠，按照距離算，差不多有3500多公里。如果從丹麥本土的哥本哈根飛到格陵蘭的首都努克，飛行時間大概要5-6個小時。那之前好像很少聽說過丹麥領土原來這麼大，因為丹麥的本土我們比較熟悉的夾在德國跟北歐之間這一塊土地，這塊面積大概只有4萬多平方公里，而格陵蘭島光一個島就要200多萬平方公里，所以它也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島。那如果澳大利亞不算的話，實際上這個丹麥啊叫丹麥王國，它就有3塊土地所組成，一個就是我們熟悉的丹麥本土，另外一個就是格陵蘭島，還有一個在中間的是法羅群島。這3個組合類似於有點邦聯的感覺。格陵蘭島跟法羅群島享有高度自治，而他們的國防、財政還有外交方面的事務呢，由丹麥來代管。所以丹麥每年也會給這2個地方一大筆錢，用於財政支出。這2個地方的公民就等同於丹麥公民了，享有歐盟境內的一些權利，而且分別會派出2名議員到丹麥國會。其實，在查資料之前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格陵蘭是一個非常神秘的地方，它是屬於丹麥，但是又好像與世獨立。確實，格陵蘭內部的政黨是有想獨立的意思，但是呢，現在他們覺得時機不夠成熟，因為丹麥每年會給大量的錢。如果他現在獨立了，整個島只有幾萬人口，那他獨立的這個財政怎麼來？靠捕魚嗎？都是冰天雪地。就現實來說，獨立之後這個日子過得並沒有現在好。他們是想先把自己的經濟搞上來，然後再獨立。所以格陵蘭這個地方離歐洲本土非常遙遠。最近不是歐洲各國也派了一些士兵到島上嗎？德法派的最多啊，加起來有20多個了。其他像荷蘭啊一些國家啊，人雖然不多，意思要到位，總歸是要派一個意思意思。丹麥這個國家現在看起來是非常的人畜無害，很聽話。俄烏衝突，美國讓支持誰支持誰啊，歐洲讓支持誰支持誰，而且非常大力的支持。現在雖然很慌，但從實力上說確實也沒辦法。那他曾經是怎麼獲得格陵蘭島以及法羅群島這麼大土地的呢？簡單來說一下它這個歷史。那在以前整個北歐啊，包括什麼挪威啊、冰島啊、芬蘭、瑞典，還有丹麥，這裡面丹麥應該是實力比較強的一個。那就在1397年的時候，丹麥就聯合瑞典還有挪威形成了卡爾馬聯盟。這個卡爾馬聯盟幾乎是涵蓋了現在北歐的所有國家，這裡面除了現在的北歐5國之外，還有法羅群島跟格陵蘭島也涵蓋在裡面。雖然說這3個國家瑞典、丹麥、挪威共擁戴一個君主，就是瑪格麗特1世，這3個國家的地位是平等的，但是這位瑪格麗特覺得丹麥應該有它特殊的地位，畢竟是在丹麥的組織下形成了這麼一個大的聯盟，自然丹麥的地位應該要高一點。你們內部各自呢獨立管理，但是這個主權要交出來，那由丹麥來代表。但這種情況一般是到後面君主一換，馬上就變了。在1430年的時候，瑞典的貴族他就不滿丹麥這個劃分，逐漸就有矛盾了。一開始有一個小的矛盾，一點一點演變成了反卡爾馬派。在1520年的時候，丹麥國王就組織起來去鎮壓這些反派，在斯德哥爾摩街頭進行了大量殘酷的鎮壓。而這之後，瑞典貴族帶頭起義，發動了瑞典的解放戰爭，最終把丹麥驅逐出去。那瑞典呢自立為王，那整個聯盟呢就相當於解體了，剩下的就是丹麥、挪威聯合王國。那這個時候丹麥肯定是不服氣的嘛，所以剩下的丹麥、挪威王國就發起了對瑞典帝國的攻擊。但是呢，實力確實不如以前，瘋狂被瑞典揍，結果各個土地一丟再丟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歐洲大陸上發生了一系列的變故，拿破崙戰爭來了，當時有拿破崙的法蘭西，還有各個國家組成了反法同盟。那丹麥呢就中立，那中立的時候，他一邊跟英國人做生意，一邊跟法國人做生意，那英國人就看不下去了，於是就派当時大英帝國的戰艦直接把哥本哈根給燒了。那丹麥這點艦隊根本就是不堪一擊，所以那次戰役之後，丹麥一蹶不振。再加上旁邊的瑞典，但這挪威一看你這個大哥不給力嘛，於是挪威就脫離了丹麥，併入了瑞典。這個時候，丹麥手上只剩下冰島、法羅群島還有格陵蘭島。後來在1864年的時候發生了普丹戰爭，當時丹麥就只有丹麥，沒有什麼挪威、瑞典這些其他的國家了。就丹麥單挑當時的普魯士，
可想而知這個戰況，所以丹麥就丟失了一些土地啊，就是現在德國最北的石河州。那這次普丹戰爭呢，確實把丹麥打得完全沒脾氣了。所以這之後，丹麥完全奉行中立政策，你們打你們的，我都不玩了。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，丹麥並沒有損失什麼，因為它中立，不參戰。而當時的德國戰敗了，所以凡爾賽條約就規定，石河州要麼還是給你丹麥好了。丹麥很高興，但是又一想，普魯士帝國它的軍隊是很強大的，萬一拿了之後，以後報復怎麼辦呢？想要不敢要，那乾脆投票好了。那於是經過生活在當地居民的投票，北邊的一小部分歸於丹麥，其他南邊的還是歸普魯士吧。於是就形成了現在德國跟丹麥的這個邊境線。再到後來，二戰來了，那1939年的時候呢，丹麥跟德國簽了互不侵犯條約，反正丹麥還是中立嘛，就不想打。結果呢，熟悉二戰史的朋友也知道，德軍大舉進攻丹麥，威瑟堡行動，丹麥就象徵性的抵抗了幾個小時，因為實力悬殊嘛，然後呢就投降。也正是因為這樣，所以丹麥是在二戰當中損失非常小的國家之一。這之後呢，德國讓丹麥做啥就做啥唄，但也抵抗不了，美軍已經進入了冰島，而在這個時候，冰島就宣布脫離丹麥，自己獨立了。我估計丹麥當時想，冰島早晚留不住，所以心想也就這麼回事吧。在德國戰敗之後，丹麥就只有法羅群島和格陵蘭島。而1949年，丹麥也成為了北約的創始成員國。後來丹麥加入歐盟，在2000年的時候，丹麥公投顯示拒絕加入歐元區，所以丹麥現在還是用的它本國的貨幣，叫丹麥克朗。那麼丹麥在網上的評論很多說是一個童話王國，非常宜居的地方，都是非常有設計感的城市。那麼到底怎麼樣？接下去我們到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去看一下。哥本哈根是丹麥的首都，還有人口最多的城市。它跟瑞典隔海相望，並且有跨海大橋。哥本哈根这個名字在丹麥語當中的意思就是商人的港口，確實它周圍都是海。丹麥很多知名的企業總部都放在哥本哈根。但是呢，丹麥最重要的其實是能源，就是石油跟天然氣。曾經一度還是歐盟最大的產油國，尤其現在這個局勢，歐盟國家對丹麥的能源依賴也很大。丹麥自己的需求量也不是很大嘛，所以現在的石油、天然氣多數是出口的。它自己的能源包括電力也有很多形式，包括火力發電站。那麼在哥本哈根就有一座由丹麥的本土事務所 BIG 設計的火力發電站，它的屋頂是一個斜屋頂，可以用來當做滑雪場。那去丹麥很有名的一個地標就是美人魚像，而這個美人魚真的可以叫做是小美人魚，因為它真的非常小。在這個發電站的對面就是這個小美人魚雕像。另外所想到的，尤其是我小時候經常聽到一個廣告，叫丹麥藍罐曲奇。那丹麥是不是有這個曲奇呢？有，本來只是一個家庭小作坊，非常偶然的機會被港商看到了，於是就在香港開始推廣，逐漸就帶入到大陸。不過現在這家生產曲奇的丹麥皇家公司被費里羅收購。我們再來看哥本哈根，我們剛剛說到那個發電廠旁邊就是一個很大的建築群，首先就是丹麥國家歌劇院，而這個歌劇院對面正對着這條軸線就是丹麥的皇宮，也叫阿瑪林堡宮，是丹麥皇室的東宮。而這條軸線再過去就是菲特烈教堂。那個大劇院旁邊還有隈研武設計的濱海文化中心，現在還在建造，所以光在海邊能看到哥本哈根的建築是非常有設計感的。整體的調子給人是乾乾淨淨、非常簡約的設計。我們通過一個建築來看一下，就是哥本哈根圖書館。這個圖書館的造型非常的簡單，一個偏黑色的一個建築，中間是一個大廳，這也是丹麥的國家圖書館。它原先呢有一個舊館就在旁邊，它的設計不是去融合，而是直接的鮮明的對比，兩個建築挨在一起，一個偏古典，一個是極其現代。通過這個中庭可以看到中間這個河道，而對面就是由一位冰島藝術家設計的圓形橋。丹麥有大量非常有意思的公共空間，一方面它有大量的冰水的場地，另一方面它本身的設計也足夠開放。那比方说這個丹麥的建築中心直接跨路而建，而沿水的這一面又有足夠的開放性，所以在哥本哈根天氣好的情況下行走是非常舒服的。而且整個丹麥對自行車也非常重視，它的自行車道是非常完善的。新建的建築非常有意思，而老的建築怎麼處理呢？其實也是開放給民眾的一種思路。比方說這個城堡，這座城堡呢叫哥本哈根城堡，也叫菲特烈港城堡。現在看沒有幾棟建築啊，原先其實也沒有幾棟建築，因為財政的問題，原先計劃的城堡呢沒有造出來。
還記得當年英軍炮擊哥本哈根嗎？在這座城堡裡的守軍呢就奮勇抵抗啊，雖然最終呢一起投降了，但是也抵抗過嘛。後來德軍占領丹麥的時候呢，把這座城堡當做了監獄。那現在呢就是作為一個開放式的景點啊，兩邊的小山坡上，我看到很多人是在跑步。這個場地的利用就非常的多元，非常的高效，又有歷史特色，現在也是作為一個公共空間被充分的使用。總的來說，丹麥有很多這樣的有足夠開放性供市民使用的公共空間，有的是有歷史感，有的是有設計感。虽然說丹麥整體來說在歐洲或者說在歐盟被保護得很好，放到國際上可能它就有點慌了，但是就哥本哈根的體驗來說還是非常不錯的，非常的適合生活。它曾经被评為最宜居城市以及最佳設計城市，甚至還被评到過企業總部設置的理想城市第3名，前面是巴黎和倫敦。整體的治安情況在歐洲的城市来說也還可以，所以它被评为宜居城市和最佳設計城市倒也不意外。哥本哈根應該說比較看重設計，哥本哈根也有著名的建築展。總體而言，哥本哈根還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城市，那行走的體驗也非常不錯，而且處於這個位置，去哪兒都比較方便。當然消費呢會比歐洲大陸貴一點啊，畢竟在北歐嘛，用的是當地的克朗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，下期再見。